90年代，我买下开发区边上一片菜地，本以为会是和未婚妻幸福生活的开始，可没想到他转头就把订婚戒指砸我脸上，还在订婚宴上和市区的老板扬长而去。我没吵没闹，只是带着剩下的彩礼钱，独自踏上开发区，开发这片芦苇塘里的荒地。不久后，时代巨变，市区和开发区的地位彻底颠倒。凌晨，求求你，救救建成的厂子吧！厂子要是没了，我们全家就真的完了。林老板，忆当年瞎了眼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拉我们一把吧！钱不能白给，我工地上的垃圾正好没人捡。凌晨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曼宁，大喜的日子你闹什么？我闹？你看看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？我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？那我问你，你存的那5万块钱去哪儿了？那些钱我已经全部花光了。花光了？你是不是跑去买市区的房子了？我没有买市区的房子。那你把整整5万块弄去哪儿了？我拿那笔钱去买地了。买地？你到底买了哪里的地？城南开发区边上。凌晨，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那是菜地，是烂泥塘，我连1天都不想跟你熬下去了。曼曼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妈，他把那5万块钱全弄没了。什么？他脑子进水，拿钱去买开发区边上的菜地了。林晨，我就说你小子靠不住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！冯姨，我买地是有正规手续的，白纸黑字，红章在上，没骗人。少拿着破纸糊弄我，我就一句话，今天你拿得出市区的房整，这婚照结；拿不出来，这婚就马上退。您要是今天退婚，以后可别后悔。后悔？我呸！你个死不悔改、没见识的土包子！曼宁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婚你确定退？我不退婚，难道跟你去开发区喂蚊子吗？哎呦，这不是市区服装厂的高老板吗？高哥，你可算来接我了。曼曼，今天谁惹我的宝贝生气了？就是这个骗子，穷光蛋。你就是那个在工地上和泥的小工头？这好像与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哼，一个穷鬼，脾气倒还挺横。冯姨，这是2万块钱的聘礼，您收好。哎呦，高老板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冯姨，别急，这才只是个见面礼。市区那套30一厅，明天就去写曼曼的名字。哎呦，太谢谢高老板了！凌晨，你现在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没有？高哥这样的才是真正能干大事的男人。你们总有一天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你这辈子就在开发区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我们走，别理这个穷鬼。走走走，这种破酒席有什么好吃的？回市区吃大餐。很快，你们就会知道开发区这片地的价值。
你就是把这块地买下来的林老板？我是林晨。我叫韩铁生，带这支队伍干活的包工头。老韩，既然人都到了，机器怎么还不开动？林老板，今天工钱还没结，机器动不了。活都还没开始干，就急着要钱了？干完再结账，这是规矩。不行，在我们这儿必须日结。怎么？这是怕我赖账跑了？林老板，不瞒你说，我们也是被黑心老板坑怕了。大家出来干苦力，都是求财，家里都有老婆孩子等着养。就说小梁，他爹还躺在医院病床上，等着他今天拿钱回去买救命药呢。林老板，我们不是不讲道理的刁民，可5万块买下这块地，你兜里估计也空了。要是见不到现钱，我们这挖机可下不去。给我1个小时。林老板，你莫不是想跑？我要是跑，这地契就不要了。老韩，你帮我看着机器。行，我们弟兄就等你1个小时。成色一般，有些杂质，最多给你500。掌柜的，你真当我是外行？这块玉是老坑和田料，雕工是正宗的苏作，双面透雕。你再看这包浆，至少上百年。你给我500，你这块招牌还要不要？小兄弟年纪轻轻，眼力挺毒啊！废话少说，一口价1万块。1万？抢钱啊！最多给你5000。哎，慢着，8000行不行？就当交个朋友。1万，少1分钱，我立刻换下一家。行，算你狠，回来吧。林老板回来了！林老板，钱弄到了。这里是1万块现金。这么多，林老板，你这钱……我刚才去典当兔，把传家宝死当了。林老板，你是个真汉子。我不欠大家的，大家也别糊弄我。只要好好干，我绝不亏待你们。小梁，大小伙子，你哭什么？韩叔，俺爹有救了，这钱能给他买药了。兄弟们，都听见了没？林老板砸锅卖铁给咱们发钱，咱们要是再不卖力，还算爷们吗？不算！今天就是豁出去，也要把这片烂泥菜地给铲平喽！开机，干活！韩叔，履带打滑了，机子陷进去了，出不来。快，抬钢板来，垫上。1、2、3，起！这就是90年代底层劳动者最真实的骨气。你真心对他们有恩，他们就真的能拿命来报答你。兄弟们，先停工吃饭。林老板，这伙食也太硬了吧！过年俺们在老家也吃不上这个呀。大家敞开了吃，肉管够，馒头管饱，干完活再休息，先吃饱肚子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们抢。林哥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以前干工地，天天只给吃清水煮白菜，到最后老板还卷着我们工钱跑路了。
林老板，这工程我们包了，你拿真心对我们，我们就拿真本事干，保证干得漂漂亮亮，一根草都不留。老韩，咱们不是在铲菜地，咱们是在给未来的开发区打第一根桩。这里以后会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方。俺们不懂那些大道理，林老板说啥就是啥，我们跟着你干。是不是以前菜农埋的石头？绝对不是石头。啊，这是一整块大水泥板啊！地下3米深，怎么会有水泥板？会不会是以前的旧仓库？是啊，我看呐，80%是战乱年头留下的地窖。这是旧年代大户人家特制的防潮混凝土。防潮混凝土。老韩，接着往下挖，看看这块板到底有多大。记住，人工挖，别再用挖机。好嘞，都听见没？抄家伙，人工挖。这下面绝对是个地下库房。老板，要不要砸开看看？砸！给我往死里砸！好家伙，真够结实的！换人，大家轮流砸。裂了，裂了，加把劲儿！林老板，开了！老韩、小梁，跟我下去，其他人在上面拉起警戒线，连一只鸡都不能放进来。是。林老板，这是什么？撬开就知道了。老韩，搭把手，一起用力。1、2、3，起！我的老天爷啊！这，林老板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老韩，记住，今天你们看到的全都是烂泥。烂泥？谁要是泄露出去半个字，不仅没美金赚，还会惹上大麻烦。林老板，你放心，谁敢多嘴，我老韩第一个不答应。俺死都不会说。把浮土盖上，铺上钢板。懂，马上办。韩叔，下面到底是啥呀？下面是个旧地窖，几根烂木头，都不许乱问，干好自己的活。林老板，工钱您刚给过了。这是奖金，今天在场的一人再发500。谢谢林老板。老板，您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呀！钱我绝不亏待大家，但从今天起，工地日夜巡逻、闲杂人等一个都不能放进来。老板放心，我们分3班倒，谁敢来工地捣乱？老韩，看好工地，我去办点事儿。掌柜的，收东西吗？收，不过破铜烂铁就别拿出来丢人了。小兄弟，这东西哪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。这玉质，这沁色，这雕工，
这是宫廷旧藏的手笔呀！掌柜的识货，开个价吧。5万。既然掌柜的不懂行，我换一家。哎，别急呀，小兄弟，你想要多少？20万，少1分，免谈。20万，你抢钱啊！20万，这东西卖到港岛，至少翻1倍。行，20万，我要了。等等，你还有话？这是一对，40万能吃下吗？好，40万我吃了。现金还是转账？5万现金，35万转进这个存折。林晨，建成哥，这菜真好吃。跟着我，以后天天吃山珍海味。哎呦，曼宁，你现在可成了阔太太啦！佳佳，快坐快坐。曼宁，你猜我今天早上在古玩街口看见谁了？谁啊？你前未婚夫那个泥瓦匠林晨。提那个穷鬼干嘛？晦气！不是啊，我看他一点都不穷。什么意思？我亲眼看见他从古玩街出来，手里拎着个大哥大，上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。不仅如此，听说他在开发区招了好几10号工人，干得热火朝天，跟个大老板似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他买地把5万块都花光了，他哪来的钱雇人？好啊，这小子是在打我高建成的脸啊！建成哥，你可得查清楚，他是不是背着我藏了私房钱？哼，一个小工头能翻出什么浪花？喂，侯三吗？哎呦，高老板，您吩咐。带几个兄弟去开发区边上那块菜地，就是那个姓林的小子的工地。明白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记住了，找个正当理由，别把事情闹大。懂，您就瞧好吧。曼宁，看着吧，明天他就得卷铺盖滚回乡下，还想翻身，我非要让他低头求饶。瞎了你的眼，没看见这是私人地盘，把车挪开。私人地盘？哈，我跟我们老板那块地有边界纠纷，纠纷没查清楚之前，你们这工地一车土也别想运出去。谁敢动我的车，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放屁！我们老板买的明明是全款红章在上的正规手续。废话这么多，兄弟们，把他这破车给我掀了！住手！林老板，他们这是欺人太甚。是高建成派你们来的？我不认识什么高建成，我只知道你侵占了我的地界。今天这工程你趁早停了，不然咱们就耗到底。今天嘛，没个5000块，这几辆车你休想挪走。顾律师，进场吧。顾律师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开机录像。干什么？拍什么拍？我是天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顾成安，现在我代表这块土地的唯一合法权源，向你们发出最后警告。少拿律师吓唬我！这地有纠纷，
这是盖章的窃权绝买合同，4至边界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纠纷。你们现在的行为，在法律上叫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。我就是停个车，犯什么法？林先生的工地每天机器折旧加人工成本是3000元，你们堵门导致工程延误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天1万起步。如果不马上把车挪走，我立刻报警，并对你们每一个人提起民事诉讼，至少面临3万元的巨额赔偿。猴哥，要不咱撤吧？高老板才给咱们500块，犯不着坐牢，赔几万啊！算你狠，撤！林老板威武，太痛快了！这帮人也有今天，跟着林老板干，这辈子不受窝囊气。顾律师，这是5000块前期的咨询费，那台机器算我1万块买下了，就留在工地。林先生客气了，以后有任何法律问题随时找我。什么？这小子到底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还请得起大律师，还有大哥大？他居然这么有钱！哼，一回合栽了不算完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喂，哪位？阿晨，是我，你别生我的气，好不好？其实那天退婚都是我妈逼我的呀，我心里一直爱的只有你一个啊。阿晨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见一面好不好？明早8点，开发区工地见。林老板现在发达了，他又屁颠屁颠跑回来了。这世道现实的很啊，都少嚼舌根，干你们的活。明天让他进来。凌晨，进来吧。凌晨，我这几天每天都在哭。有话直说，工地很忙。凌晨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我，可那天真的是我妈逼我的呀。还有那个高建成，是他死皮赖脸缠着我，我根本不喜欢他。我这2天想明白了，就算你只有这片菜地，我也愿意跟着你吃苦。愿意跟我吃苦？徐曼宁，你真的知道这块地的价值吗？不就是一块菜地吗？菜地？你看那是什么？是刚立起来的开发区牌子。你再看看周围，这片土地平坦，临近主干道，开发区扩张过来是迟早的事。这块地，我现在5万块拿下，3年之内，它就是全城最钱的黄金地段。它的价值不是5万，不是50万，而是上千万，甚至过亿。上千万，过亿！凌晨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昨天顾律师买录像机的钱，是不是就是用这块地抵押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管钱从哪儿来，徐曼宁，这都跟你没关系了。凌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谈了5年啊！我今天回去就跟高建成断了，我们和好，这块地有我1半的功劳。当初是我陪你熬过来的呀。徐曼宁，收起你那套令人作呕的表演吧，你爱的是钱。如果昨天我没拿出大哥大，没请来大律师，你今天会站在这里跟我哭诉吗？你昨天坐在高建成车里看我笑话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们谈了5年？你把金戒指砸在我脸上的时候，又怎么不讲感情？你这种女人只配在市区那种老破小里算计一辈子的柴米油盐。凌晨，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？老韩，林老板有吩咐，把这个不相干的女人请出工地，以后别什么人都往里放。凌晨，你别后悔，你给我等着！
林晨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在市区混了这么多年，还能被你踩在头上？喂，李厂长吗？我是建成啊。对，有点事麻烦你。开发区有个姓林的小工头在搞工地，你跟咱们建材圈打个招呼，谁要是敢卖给林晨1粒沙子1袋水泥，就是跟我高步成作对。哼，我要全面封杀他，让他那片菜地永远是片废墟。林老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昨天才签好意向书的3家砂石厂，2家水泥厂，刚才同时打电话来，他们说宁愿赔双倍定金，也要跟咱们撕毁合同，明明白白撂下话，1粒沙子都不卖给咱们。是高全生干的，肯定是他。现在整个城里的私营建材商都拒接咱们的电话了，没有砂石水泥，咱们地基都打不了啊！林老板，要不我带兄弟们去区，把那姓高的服装厂给砸了！胡闹，动不动就砸，那是流氓干的事儿。咱们是做大生意的，要用资本的手段让他输得明明白白。高建成想断我的粮草，那我就直接端了他的资金命动。可林老板，没有沙子水泥，咱们明天就得停工啊！这是10万块。老板，这是拿去二手车市场买5辆旧解放牌卡车，本地建材商不卖，咱们自己去买。去哪儿买啊？去隔壁省拉，那边有的是水泥厂、砂石厂，用咱们自己的车队，成本反而更低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林老板，你这脑子也太好使了。事不宜迟，你马上带几个机灵的兄弟去办。好嘞，交给我。小兄弟，找我什么事？段老板，高建成欠你30万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别管我怎么知道，我只问你，他现在还得起吗？哼，他那个破厂连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了，我正准备明天带人去封他的厂子。这20万美钞，买断你手里高建成的债权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从现在起，高建成欠你的那30万归我了。成交。痛快，马上签债权转让协议。曼宁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怎么了，建成哥？我刚谈下了一个东欧的外贸大订单，只要这批羽绒服顺利交货，我至少能赚50万。建成哥，你真厉害！等赚了这笔钱，咱们就买一辆新奔驰。哼，林晨那个土包子，估计现在正对着一堆烂泥发愁呢。高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法院和执行局的人来了，带着封条，正在封咱们的仓库和车间，说咱们欠了巨额债务，要进行资产保全。不可能！段万和答应宽限我几天的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是高建成吧？有人持合法的债权转让文书和欠条，向法院申请了强制保全。在你偿还30万债务之前，工厂全面查封。谁申请的？是段万和吗？是我。怎么会是你？高大老板，那30万的债现在是我的了。不可能，你哪来的钱？我说过，我会让你输得明明白白，你的厂子完了。林晨，你算计我！老实点，敢妨碍执行，马上依法处理。有劳了，这场反击才只是个开始。贾老板，贾大哥，兄弟我最近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您看能不能借我30万？等我那东欧的单子一结，马上连本带利还您。建成啊，真是不巧，我最近刚买了一批新机器，账上也没钱啊。邵老板，邵大哥，哎呀，成，我老婆叫我回家呢，家里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高成，你到底能不能借到钱？闭嘴！还不都是因为你那个前未婚夫林晨？
完了，我被那个小工头逼到死角了。各位静一静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商界的新税，这位就是买下开发区核心地块的林晨。来请来请，林老板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听说林总在开发区搞大动作，以后多多关照啊！高大老板，借到钱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是破产清算通知书，既然你还不上那30万，明天你的服装厂就会被合法拍卖。林总，林爷，我错了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吧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林老板，南岭宏泰地产集团总经理杜恒约，你开发区那块菜地，我很感兴趣，我出100万，明天把地契转给我。杜总是刚来本地吧？林老板，什么意思？100万，你想买我那30亩林主路的地皮？杜总，你当这里是哪儿？废品收购站吗？林晨，年轻人别太贪心，你5万块买的地，我给你100万，翻了20倍。做人呢要知足，拿着这笔钱够你花一辈子了。杜总，我也给你一句忠告，在这个年代做生意，眼界要放宽点。那块地别说100万，就是1000万，我也不卖。我在南方拿地，还没有人敢拒绝我。杜总，这小子太狂了，要不要给他点压力？出手，我要让他明天就低头来求我把地收了。林老板，出事儿了！慢慢说。停水了，电也给断了。我刚才去查了，是附近那几个私营水站供电点干的。那几个老板平时在这一带就是土皇帝，张口就说咱们工地线路不合格，水管漏水，单方面就给切断了。是宏泰集团的杜恒月干的。那个混蛋！没水没电，咱们的搅拌机根本转不起来，工人们连口热水都喝不上，这工程还怎么往下干啊？林老板，我带几个兄弟去把那几个黑心水站给砸了。站住！去砸，我们有理也变成没理了，刚好中了杜恒月的圈套。老韩，记住，用钱能解决的事就不叫事。去租2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回来，顺便买50桶柴油，再雇5辆洒水车，每天从外面拉干净的水进来。对呀，我这就去办。杜总，这小子手里还有钱，自己买发电机买水撑着，这招咱们没想到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能防到什么时候。去，找几个地痞，晚上去给他加点料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不打人，但你们刚才想搞破坏的动作全都拍下来了。这是林老板花重金买的发电机，值好几万，你们这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，金额巨大，够你们赔到倾家荡产。大哥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有人出500块钱让我们来干的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滚回去告诉雇你们的混蛋，林老板给我们发工资，给我们吃肉，谁敢砸我们的发电机，就是砸我们的饭碗。我们这些底层苦哈哈，别的没有，就是骨头硬。想动林老板的工地，先从我们身上踩过去。废物，全是一群废物，几十个建筑工人就把你们吓破胆了。杜总，那个林晨太狡猾了，24小时让人拿摄像机盯着，咱们的人根本不敢碰，一碰就要吃官司赔钱啊。好，很好，既然阴招玩不转，那就玩资本。去查一下林晨那块地周边还有几条进出的土路。杜总，只有3条私人承包的村道可以进出。带上1000万现金，去把那3条土路的私人承包权全给我高价买下来。
买下来之后，直接拉起铁丝网建围栏。我要把他那30亩地变成一块连车都开不出去的死地。杜总高明，这样一来，凌晨的建筑材料进不去，里面的渣土出不来，工程彻底瘫痪。林老板，这下全完了！他们花高价把路全买断了，咱们的沙子、水泥运不进来，水车也进不来，彻底成了孤岛啊！林老板，怎么样？这铁桶战的滋味好受吗？你现在插翅难逃了。杜总真是大手笔，花1000万买几条没用的小路。哼，没用。现在你的地就是一块废地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50万。对，你没听错，现在只值50万。签了转让协议，我马上把路给你让开。杜总，你现在先去打开收音机，调到本地早间新闻广播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会明白，你那1000万到底是怎么打水漂的。去，把收音机打开。各位听众早上好，现在报一条特别重大新闻。今晨，一份震撼全城的红头文件正式下发，城南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批复。根据最新规划，开发区将成为全省重点产业承接区和未来新城核心区。为了打通交通血脉，市政规划部门决定即日起全面启动开发区路网建设。规划中将横穿开发区腹地，修建2条双向8车道的市政主干道。这2条主干道将直接取代原有的几条私人承包旧土路，所有在规划线内的旧有道路、违章障制物，市政将从今日起依法进行强制征收和拆除。杜总，那3条满路不就是咱们昨天刚花1000万买下的吗？没错，市政规划的2条8车路主干道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呈十字形，穿过你买下的那3条用来封锁我的土路。这意味着你花1000万买下的封锁线，在市政规划面前只是废纸。市政修路，你一个私营企业敢拦，敢拉铁丝网，分分钟连人带网给你依法推平。更要命的是，市政征收虽然有补偿，但绝不可能按你那1000万的恶意高价来补。这一波宏泰集团至少要亏700-800万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林晨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跟我赌气，他是在等。林老板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原来你早就知道，对呀，这里要修大马路。韩大哥，求求你，让我见见凌晨吧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跟凌晨说，我愿意给他当牛做马，哪怕在工地上洗衣服、做饭都行啊。许小姐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阿晨，我知道错了。你那么爱我，你肯定不忍心看我饿死，对不对？凌晨，求求你，给我5000块。不行，1000块也行啊。林老板，咱们现在是守着金山要饭吃啊！外面都在传，咱们这块地现在值2000万，可我刚才查了账，咱们连下个月的伙食费都快发不出了，更别提买钢筋水泥了。老韩，坐下。我哪儿坐得住啊？地是好地，可咱们拿什么盖大楼？那是需要几千万真金白银的呀！林老板，要不咱们把地卖了吧？2000万，咱们几辈子都花不完。老韩，谁规定盖楼就必须花自己的钱？不花自己的钱，那谁会给咱们白掏钱啊？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全城想给咱们掏钱的人，现在都在门外排队呢。林老板，我可是诚心来谈生意的，不需要表态了。老韩，去镇上的招待所包下最大的会议室。包会议室干嘛？告诉门外那些大老板，我要开招标会。招标？招什么标啊？别问，照做。故弄玄虚。哼，他手里没钱，除了卖地别无出路。
今天这块地我志在必得。林老板，废话少说，你那块地我出2200万全款，明天就带你去银行转账。2200万就想拿开发区10字主干道的地王？你做梦呢！林晨，我出2500万，外加一辆最新款的奔驰送给你代步，我出2900万。都给我闭嘴！林晨，3000万，3000万现金买你手里的绝买合同，这价格够公道了吧？林老板，卖吧，3000万啊！杜总，各位老板，你们弄错了一件事。弄错什么了？我今天开的不是土地转让会。不转让？那你叫我们来干什么？消遣我们？我今天开的是联合开发招标会。联合开发？怎么个联合法？第一，我不卖地，这30亩地作价入股。第二，所有建筑资金和后期运营由中标方全额垫资。第三，我林晨必须占联合开发公司51%的绝对控股权。林晨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1分钱不出，只拿一块地，就要我们掏几千万的建设资金。最可笑的是，你还要占大头股份，当大股东。痴人说梦，这生意没法谈。门在那边，不送。不过我提醒各位，走出这扇门，开发区最核心的时代红利就跟你们彻底绝缘了。杜总说我空手套白狼，但杜总忘了，我手里套的是有价值的狼。市政双向8车道，开发区主轴线，未来产业新城的腹地。各位都是商界精英，这笔账算不清吗？这块地未来盖起50层的商业大厦，租金加出售，利润何止3个亿。你们现在掏5000万垫资，分49%的利润，几年后这5000万就能变成1亿5000万，亏吗？不亏，不亏，这简直是暴利呀！90年代在核心地段盖楼，稳赚不赔，谁拿到开发权，谁就能躺着赚钱，而且自己去拿地还得疏通关系。现在地就在凌晨手里，批文齐备，干净利索。我干了，林老板，5000万的建设资金我全包了。放屁，这轮得到你？我出6000万垫资，外加我手里最好的施工队，都给我闭嘴！若让别人在开发区盖起地标，宏泰从此在本地再无话语权。林晨，算你狠！8000万垫资款，宏泰集团全出了。工程质量我用宏泰的招牌担保，利润我只要49%。杜总，好魄力，成交。明天上午签联合开发合同。给你51%的控股权，我宏泰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杜总，真要给他51%的控股权，那咱们不是白给他打工了吗？他一个小工头，凭什么骑在咱们泰头上？给他，他配吗？我杜恒月的钱是那么好拿的？何律师，我让你准备的条款弄好了吗？杜总，已经加进去了，非常隐蔽，就藏在合同附件第37条。说来听听。为了保证项目顺利进行，防止大股东胡作非为，林晨作为占股51%的大股东，必须在合同签订后的第3天下午5点前，向双方共管的联合账户缴纳1000万现金，作为信用保证金。那如果他交不出这1000万呢？交不出，那就是严重违约。按照对赌条款的附加协议，一旦他违约，他那51%的股份将无偿强制转让给宏泰集团，作为违约赔偿。他一个小工头，连下锅的米都快没了，3天内去哪儿弄1000万现金？就算去抢银行都来不及。明天让他签字，3天后那块地依然是我杜恒月的，我要让他连本带利全部吐出来。林老板，看看合同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咱们就签字吧。早一天开工，早一天赚钱嘛。
林老板，不能签，这上面写着3天内要掏1000万现金做担保，交不出就要赔股份，就要账上没钱。咱们哪有1000万啊？这是个吃人的陷阱。林老板，做生意讲究的是实力。8000万，我宏泰集团出8000万垫资，真金白银。你身为大股东，拿1000万做个资金担保，证明你的抗风险能力，这不过分吧？你要是连1000万都拿不出，我怎么相信你有能力把控整个项目？3天后见。林老板果然痛快，那我就静候佳音了，千万别违约啊！林老板，你糊涂啊！3天时间，1000万，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够啊！这块地是你拼了命才弄回来的，就这么拱手送人了？老韩，别急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别动不动就跪。可钱呢？1000万啊！去，把铁锹拿上，咱们再去一趟地下库房。林老板，你是说那些古董？来不及了呀！古玩街那个秦掌柜根本吃不下那么多，就算能吃下，3天时间也变现不了1000万呢。这次不卖。不卖？那干嘛？这次是捐。杜总，这3天林晨的目标仅仅是搬运那些木箱，他没有接触任何一家金融机构，也没去抵押贷款。死定了！他绝对死定了！走，去工地接收我们的新地盘。林晨，时间到了，5点整，1000万现金呢，打进联合账户了吗？打进去了。没钱，那就别怪我，按合同办事了，马上启动违约程序，强制剥夺林晨51%的股权。在我眼里，现在这块地已经是宏泰集团的了。乡巴佬，拿着你的破铺盖，马上给我滚出工地！识相点儿，别再做无谓挣扎了。杜恒月，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怎么回事？文物部门、银行，他们怎么来了？林先生大义呀，真是民族的大义。林先生，久仰久仰。徐主任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林晨先生在昨天无偿向国家博物馆捐赠了3件流失多年的宋代瓷器绝世孤品，另外还有12件明清官窑重品，经国家级专家连夜鉴定，全部是1级文物。林先生此举填补了国家历史文物的重大空白，更保护了国家宝贵财产，不致流失海外。这种级别的文物，随便一件放到海外拍卖行都是几千万起步的天价。林先生却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直接全捐给了国家。他是个疯子，怎么会有人把几千万的东西白送出去？林先生，鉴于您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您个人极高的社会信用，总行昨日连夜开会，为您个人旗下的开发区建设公司提供1亿元的免息授信额度，资金10分钟前已经全额打入了您的联合账户。1亿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杜总，我账户里现在有1亿，你那对赌协议里写的1000万保证金，我已经翻了10倍打进去了，所以我没有违约。好，你没违约，那大家继续合作。我宏泰还是你的垫资方嘛。杜恒月，你是不是忘了仔细看看你自己拟定的那份合同了？什么意思？协议附加条款的最后一条写得清清楚楚，如果宏泰集团在项目进行中出现恶意并购、设立陷阱、损害大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不仅要没收前期全部垫头款，还要将宏泰在项目中的49%股份强制收回。顾律师，告诉杜总，他这3天都干了什么？杜总，你这3天私下联络外部资金，企图在今天利用违约条款吞并合资公司，包括你买通地痞流氓阻挠施工的证据，我们已经全部掌握，并且进行了公证，这属于极其严重的商业欺诈与恶意违约。所以这块地依然是我的，而你宏泰集团前期打入账户用于买建材的那些先期垫资，现在全归我了。你不仅出局了，还会面临巨额的欺诈起诉。发什么呆？
那块玻璃没擦干净，你瞎了吗？不想干就滚蛋！多的是人想来擦凌晨中心的玻璃。对不起，经理，我马上重擦。让一让，推到警车线后面，快点！林总好，林总，欢迎回国视察。林先生，晚上的慈善晚宴，您可一定要赏光啊！那是我的前未婚夫啊！那是5年前被我当众辱骂，用那枚金戒指狠狠砸在脸上的男人。报应，都是报应。这一切都是我当初的选择，亲手酿成的。林董，最新1季度的财务报表出来了，咱们集团实控资产正式突破了100亿。老韩，林董，您吩咐。地产和基建的时代红利，咱们已经吃到了，但这只是个起步。准备资金，成立独立的科技创投部，同时把我们在海外的利润全部调回来。科技创投，林董，咱们不拿地了？地要拿，但大头要转移。下一个10年是互联网的狂潮，我要再造一个更大的商业帝国。